老汉拉哈呀，哥走的上山的汉了，跟丢狗的。你能听懂他们说的话吗？哎，在中国旅行呢，也有语言问题。我是北美提前退休，在世界各地旅居的 Leo。Lily 已经回北京了，我一个人跑到了陕北的黄土高原，这是陕西榆林的嘉县。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从台湾回到大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但是我们的台湾的视频还没有做完，我们会把余下的台湾视频呢和我们在大陆的这个旅行的视频呢穿插着上线播发，看一看两边的不同啊，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吧？你看看这的窑洞，这些房子有人住吗？没有人住。这些窑洞啊，都说还是住着。还有人住啊？哦。就是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因为我想了解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真实的中国。谈到中国呢，一般的人就会想到这光鲜亮丽的城市。很多中国人呢，包括很多海外华人，认为中国呢已经超越了欧美很多发达国家。真是这样吗？北上广深有可能，县城和广大的农村呢，毕竟中国14亿人口里边有超过一半是住在这些地方，他们究竟是过着怎么样一种生活呢？我花了100块钱包了一辆出租车啊，从陕西的米脂县赶往陕西嘉县的赤牛洼村，1个小时的山路啊，100块钱不贵。可是司机呢，沿路呢又在路边接了2位老乡，一个人又给他们收了10块钱。看到我不高兴呢，就给我解释说，在乡下开车啊，真是很难赚钱，生活很不容易。他说，扣除各种费用之后呢，1个月能拿到4、5千块钱。这位老哥呢，以前在天津和西安这个建筑工地上打工，但是到了50多岁的就没人要他了，他只好回到乡下。可是农村的这个退休金呢，每月只有200块钱啊，人民币啊，所以说这是绝对不够的，所以他又不得不出来开车。在中国的县城和县城以下的农村旅行啊，我的第一个观察就是到处都是老年人，年轻人大部分都跑到大城市去打工，而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他们又不得不回来。50岁以上呢，就很难找到工作了。前半辈子挣的钱，帮着子女成个家，给自己在县城里买套房，或者在自己的乡下的宅基地上建套房，钱也就差不多没了。生计养老又成了问题。如果身体好，头脑灵活，还可以像这位老哥一样出来开车，摆个摊做点小生意。大部分人就重操旧业，回去种地了。就像沿途上来的这2位老人，他们都70多岁了，还在地里干，一年下来也就是1、2千块钱人民币的净收入。这怎么卖？这个多少钱？这一个挣10块钱一个10块钱，这么一个10块，哦，那也不便宜了。进城一趟，烧几个白面馍馍回家。你卖给他多少钱啊？另一位老人是进城卖自种的土豆的，3毛1斤是吧？啊，那够便宜的卖的啊！他们再去卖啊？他们卖多少钱啊？那倒不缺了，那不跟你说。跟这位开车的老哥，我说你干不动了以后怎么办？他说我不知道，所以说我现在得拼命攒钱。所以说中国的这个内需萎缩，消费不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城乡差别，农村缺乏最基本的福利保障。我知道有人会喷我说我拿着穷乡僻壤来以偏概全，榆林在国内可算不上穷地方，去年人均 GDP 接近21万人民币，快3万美元了。作为新兴的能源城市，榆林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我到赤牛洼村来主要是住窑洞、看演出，来体验黄土文化的。这儿是榆林的一个著名的景点，也是陕西重点推介的一个民俗文化村，门票50块钱啊。售票员在看他手机上中国的网红关于伊朗最新战事的分析，有意思啊。你觉得怎么着？美国能打胜吗？打不胜，打不胜，因为外国离伊朗太远了。这很有意思啊！就在这山洼洼里，他们都关心着国际大事啊，这是中国网民的基本盘。啊，你每天都听啊？对，好。这是赤牛洼村啊，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小盆地里，周围都是山。这一块的建筑号称是黄土高原的布达拉宫，陕北的布达拉宫。对我来讲呢，商业味儿有点过重啊，我更喜欢原汁原味的这种土生文化哈。但是在中国呢，现在已经很难找到那种地方了。还有一些村民住在这儿，他们主要是在这个景区工作啊，偶尔也种地。老头老太太在这唱红歌呢，跟政治没有关系啊，主要是在兜售一种情绪价值，怀旧的情绪价值。
除了一线景点以外啊，在这个寒假和暑假之外呢，中国的这个景区呢人都非常少。哎，我倒是很喜欢这种啊人少的这种感觉。爬一爬小布达拉宫啊，这个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啊，挺有味道的。但是呢，其实后来我发现这些房子呢进深都非常短，这不可能是老百姓住的地方。这实际上也是我后来也核实了给村民，就是说这还是后来国家投资建的一些房子哈，这个建的一些这什么景区的建筑哈，不是真的过去的民居。中国现在到处在建古镇呢、古村呢，关键词儿是打造。当然了，这个地方打造的还是挺像真的，至少从外面看。这儿还有几个没有打造完的窑洞，来看看我的窑洞啊！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儿。建完了，超级大房啊，稍微有点味儿，是不是窑洞都有这个味道？有空调啊，这个晚上得打开制热，否则在山里这个季节会有点凉。这房间200块钱人民币一晚上啊，搞得是不是有点太现代了？我在这住了一晚上，没找到窑洞的感觉。有个桌子我可以做视频，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我以为我能住在土炕上，原汁原味的窑洞里边。可是在这个村里呢，刚才那个凉化宾馆呢是唯一的选择，它是这个村里经营的，别人都不能再开了。音乐响起来了，这个村中间的大舞台上开始上演这个当地村民自编自演的小剧，叫做《高高山上的一头牛》。老实说，这个都是这个村上的这个大妈大叔们演的哈，有这个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赤牛洼子村呢，因为有旅游业，所以说是这一块基本上是最富裕的村庄了。但是呢，年轻人还是都跑了到城里打工了哈，所以说这些演员呢都是年龄很大的，是老人来演的。黄土高原经常大旱，老百姓不得不流离他乡，这是再现了过去走西口的场景。这些老人真是演得惟妙惟肖的，很自然哈。我听说他演那么一场，那一天就这一场啊，村里每个人给他们25块钱。看完剧哈，这个绕开前面那种布达拉宫式的这种高层的窑洞建筑，到山后边去探访一下真正的民居。哎，这有个小院儿，看起来还挺漂亮，我进去跟这个老乡去聊一聊。老两口在住，我看你们这，哦，你们这每间屋子都有一个大灶台啊。啊，都有个大灶台。这是我们老两口对面坐着吃饭了。我知道娃娃呢，娃娃跟你们吃是吧？他不做，他们不会做，他们不会做。他们把孩子叫娃娃哈，这个看来即使是在这样偏远的农村呢，这个年轻人也不会做饭了。对，多抓点。哦，不用，行。这大姐刚才也去参加演出了，她刚回来。她说她的老公呢是一个泥瓦匠啊，这房子就她自己盖的。大姐呢带我去看她种菜的地方。这个是，哎呀，真好啊！这边还有是吧？这边还种着呢。那是另一家吗？还是也是你们家？那家有个后生不了啊？有个后生死了。他们管年轻人叫后生啊。他说过去有个后生住在那个黄房子里面，后来他死了，这个房子一直空着。哎，真好！你看这地方多漂亮。大姐说呢，下次来我可以住在她这儿吃新鲜的蔬菜，酌情收我一点钱啊，这肯定是比那凉化宾馆的200块钱一晚上要便宜多了。我想，我早知道有这地儿，我肯定不住在那儿，是吧？这多是原汁原味儿。啊，这都是你们家，好大呀！这几间房子？1、2、3、4、5、6、7、8，你们家有8间房子啊？
大姐带我看一下她儿子的房子。嗯，哇哦，这好，而且娃娃住的，要有取暖的空调，哇哦，还有灶台。娃娃没结婚吗？娃娃里还没成家呢，第二天我又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这个嘉县的县城。这是嘉县的县城的市中心的这个广场啊，每个县都这样，在中心的地方建几个，他们认为能拿得出去啊，能显示政绩的高楼。这帮人在干嘛了？穿着过去解放军的这个草绿色的制服。大城市边上的除外哈，中国的县城呢，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变化。你看，这跟多少年前都一样。实际上，县城实际上还在衰弱。我听说陕西嘉县呢，大概10年以前有20多万人，现在只有10几万。只有这10几年就减少了1半的人口，内急啊，不得不上这种最原始的厕所或者叫茅房，里边声色味俱佳。也能条路下去，然后你看这个大桥，这有黄河下面，然后我们现在去这个香炉寺，香炉寺你看就在这个边儿上。在黄河边上的香炉寺是嘉县最有名的一个景点，我一定要来看看。所幸的是，嘉县的古城墙还保留下来了。去吃饭。